本周重點新聞有：特朗普威脅對加拿大商品徵收2%5%關稅；免稅假期正式獲得通過；加拿大郵政宣布解僱部分罷工員工。即刻訂閱我哋，每日緊貼多倫多新聞。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星期一晚喺社交媒體平台發出貼文，話如果加拿大同墨西哥唔壓制毒品同埋移民越境，佢將會喺2025年1月20號就職當日，對所有由呢兩個國家進口嘅商品徵收25%嘅關稅。美國係呢兩個國家最重要嘅市場，咁高嘅關稅將會對加拿大同墨西哥嘅經濟造成巨大損害。消息傳出之後，加元一度下跌接近1分。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星期二朝早表示，佢計劃今個星期同各省省長會面，討論點樣處理加美關係。杜魯多亦都透露，星期一晚佢同特朗普進行咗大約10分鐘嘅電話通話，討論咗貿易同邊境安全等等嘅問題。佢指出，由加拿大跨境進入美國嘅移民數量，只係由墨西哥入境嘅極少部分。保守黨領袖博勵治批評特朗普嘅威脅係毫無根據，並指責杜魯多政府對此措手不及。佢表示需要制定一個以加拿大為先嘅計劃，建議削減碳稅，取消計劃中嘅排放上限，以確保經濟能夠抵禦關稅嘅影響。博勵治表示，如果佢成為總理，如有必要，會對特朗普嘅關稅進行報復。安省省長杜格福特表示，對特朗普嘅聲明感到震驚。佢希望杜魯多制定強而有力嘅計劃，加強邊境安全，並確保可以應付嚟自美國嘅威脅。佢仲預計，如果特朗普兌現承諾，加拿大應該徵收對等關稅。聯邦工業部長商鵬飛表示，聯邦政府早已經為特朗普嘅總統任期做好準備。目前距離特朗普正式就任仲有2個月，聯邦政府表示仲有幾個星期時間進行溝通。加拿大眾議院喺禮拜4晚上通過咗所有加拿大人減稅法案，決定咗由12月14號到明年嘅2月15號，為加拿大人提供2個月嘅貨勞稅免稅優惠，涉及多種商品同埋服務。法案預計會耗資16億元。減免嘅項目包括聖誕樹、兒童衣物、玩具、即食食品同埋餐飲服務等等。法案得到咗執政嘅自由黨同埋聯邦新民主黨嘅支持，但係就受到聯邦保守黨嘅政團反對。保守黨認為呢一個短期減稅只係噱頭，會推高生活成本。根據計劃，免稅嘅優惠將會適用於實行統一銷售稅嘅省份，同埋會喺徵收聯邦同埋省銷售稅嘅省份，僅僅係取消聯邦部分嘅稅款。即使法案獲得通過，但係仍然有唔少嘅反對聲音。保守黨領袖博勵治批評法案係通貨膨脹臨時性嘅稅收伎倆。加拿大郵政同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嘅談判喺全國性罷工開始後首次破裂。聯邦政府任命嘅特別調解員決定暫時終止雙方嘅談判。加拿大勞工部長麥金龍今日喺社交平台上發佈聲明話，經過幾日嘅密集談判，調解員評估雙方喺關鍵問題上分歧過大，目前嘅調解係冇辦法成功。麥金龍又話，希望今次嘅暫停能夠讓雙方重新評估立場，同埋以新嘅決心重返談判桌。勞工部長已經要求加拿大郵政同工會喺當日下午同佢會面。超過55,000名嘅加拿大郵政員工自11月中開始罷工，導致全國嘅郵政服務陷入停滯。雖然處於罷工狀態，但係雙方嘅談判仍然繼續。不過雙方嘅關係近日惡化。加拿大郵政指責工會導致談判陷入停滯，聲稱工會通過調解員告知佢哋係唔會作出任何回應。工會則反擊，指責加拿大郵政喺談判桌上嘅言論半真半假，甚至係有完全欺騙嘅成分。而喺工會嘅聲明上指出，佢哋已經多次討論過要求，但係加拿大郵政唔滿意佢哋嘅立場。
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要求喺未來4年內加薪22%，但就目前嚟講，加拿大郵政只係承諾提供一半嘅增幅。加拿大郵政發言人 Lisa Liu 證實咗加拿大郵政已經採取行動，解僱咗部分罷工嘅員工。佢提到公司已經通知員工集體協議唔再生效，佢哋嘅僱用條件已經根據加拿大勞工法嘅相關規定發生變化，特別係涉及有關停工通知嘅部分。較早前，加拿大郵政曾經發布停工通知，但係表示並唔打算俾員工停工，而係表示呢份通知可以令公司喺營運方面作出調整，以應對罷工嘅影響。有勞工與就業律師指出，今次嘅解僱行動係前所未見，可能會引發工會嘅法律抗議。喺11月15號開始，就有超過55,000名嘅加拿大郵政員工發起咗全國性嘅罷工，佢哋要求提高工資、改善福利同埋工作條件。隨住黑色星期五同埋網絡星期一即將到嚟，罷工已經對郵政服務構成嚴重嘅影響，導致超過1100萬件包裹未能如期送達。上個禮拜，加拿大郵政公布咗佢第3季嘅財報，根據報告顯示，佢哋嘅稅前虧損達到3.15億加元，反映公司嘅財務壓力日益加劇。加拿大移民部長米勒近日表示，預計出年將會有490萬名持臨時簽證嘅居民將會喺簽證到期之後離開加拿大。保守黨議員克米克就問題質問米勒，政府點樣可以確保呢啲簽證即將到期嘅居民會按時離開加拿大？米勒回應話，呢啲臨時簽證持有者喺入境嘅時候已經承諾會喺簽證到期之後自願離境。佢又話，政府將會同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合作，對唔遵守移民法規嘅人進行調查同埋起訴。而針對國際學生嘅問題，米勒表示，除咗離境之外，學生仲可以選擇續簽學習許可證，又或者喺畢業之後申請工作許可證，以延長佢哋喺加拿大嘅居留時間。佢透露，越嚟越多國際學生淨係提交緊庇護申請，聯邦政府計劃喺未來幾個禮拜內對移民同埋庇護系統進行修正。聯邦政府早前宣布將會削減移民限額，而根據最新嘅計劃，永久居民嘅目標將會喺每年50萬人減少去到39.5萬人，而且喺2027年計劃進一步減少去到36.5萬人。臨時居民嘅數量亦會預計喺未來幾年減少。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同聯邦內閣部長以及其他政治人物譴責星期五晚喺滿地可嘅反北約示威活動中嘅暴力行為，話示威者嘅行為令人震驚。滿地可警方表示，示威者喺抗議活動中向警方掟嘢、縱火焚燒2架車，並且打碎窗戶，至少有3個人被捕。警方逮捕咗一名22歲嘅女子，指控佢妨礙警務工作同埋襲警。另外有2名男子因妨礙警務工作被捕，年齡分別為22歲同28歲。3個人已經獲釋，將會喺日後出庭。杜魯多喺社交媒體平台 X 上面發文，譴責事件，並且表示，琴晚喺滿地可街頭見到嘅情況令人震驚，反猶太主義、恐嚇同暴力行為必須喺任何地方受到譴責。佢話皇家騎警已經同當地警方聯繫，強調必須追究責任，令騷亂者承擔後果。截至星期六下晝，滿地可警方表示，尚未收到同示威相關嘅反猶太主義行為或者其他仇恨犯罪報告。警察局長 Freddy Dagger 表示，造成混亂嘅人同示威者嘅目標唔同。佢強調，攻擊維護和平嘅執法人員係絕對唔能夠容忍。呢個示威活動由 Divest for Palestine 同反資本主義組織 CLAC 組織嘅，旨在抗議北約。因為呢個組織而家喺滿地可舉行第70屆北約議會大會。抗議者表示反對北約同以色列嘅共謀。外交部長喬美蘭同國防部長比爾布萊爾喺哈利法斯國際安全論壇上表示，示威者嘅行為係唔可以接受嘅。布萊爾指出，
呢個唔係合法和平嘅抗議，而係無政府主義，展示咗暴力同埋仇恨。根據信貸機構 Equifax 同埋 TransUnion 嘅最新報告，由於生活成本上漲，越嚟越多嘅加拿大人負擔住沉重嘅債務，導致貸款同埋信用卡逾期還款嘅情況加劇。截至2024年嘅第三季度，加拿大消費者債務總額創下2.5萬億新高，較去年增長4.1%。報告指出，隨住高昂嘅住屋成本、食品價格同埋通脹嘅壓力，加拿大人難以按時支付賬單，特別係千禧一代同埋 Z 世代嘅消費者。TransUnion 分析師法比安表示，生活成本同埋利率嘅雙重壓力，令到好多人都冇辦法負擔所有開支，導致還款困難。而 Equifax 就指出，第三季度有130萬嘅加拿大人未能按時還卡數，數字較去年增長10.6%。而 Equifax 嘅分析師奧克斯表示，加拿大嘅新移民同埋初次使用信貸嘅消費者面臨住更高嘅債務增長同埋還款困難。隨住假日嘅消費季到來，專家提醒消費者要避免逾期還款，否則可能會影響信用評分同埋提高借貸嘅成本。今年免治牛肉、牛扒同烤肉嘅價格持續上升，喺超市貨架上嘅售價達到歷史新高。零售價格反映咗牛隻價值嘅上升，今年牛隻價格達到創紀錄水平。根據加拿大統計局上星期發佈嘅最新數據，喺過去12個月中，超市嘅食品價格整體上升咗2.7%。9月份免治牛肉嘅平均售價大約係每公斤13蚊，而1年前係11蚊6毫9，5年前就大約係9蚊。西冷牛扒嘅價格喺9月份突破咗每公斤32蚊。而喺2023年嘅12月，售價大約係20蚊。加拿大牛肉統計公司 Canfax 嘅執行董事 Brenna Grant 解釋話，全球人口增長同中產階級壯大，帶動咗對蛋白質嘅需求。唔單止係牛肉，仲包括豬肉同家禽。由於乾旱等因素導致飼料成本上升，好多牧場面臨開支增加。國內牛隻數量下降至1987年以嚟嘅最低水平。牲畜市場分析師 Kevin Greer 指出，呢個行業正處於全面清算模式，供應減少，價格自然上漲。北美對牛扒同免治牛肉嘅強勁需求都推高咗價格。Greer 表示，加拿大人同美國人仍然積極購買牛肉。牛肉供應緊張可能會持續到2026年。加拿大稅務局再被揭露陷入騙局，騙徒利用虛假企業申請安省為商業設施翻新或者建造而設嘅稅務底面，導致 CRA 錯誤支付咗數千萬加元。據內部消息人士透露，CRA 喺4年之間從未核實任何申請。所有申請基本上都係會接受同埋會支付，係冇進行過任何嘅審查。CRA 代表安省政府處理呢一啲稅務底面，但負責核實申請嘅係聯邦機構。消息人士指，今年2月一間銀行就住一筆可疑嘅9萬蚊存款聯絡 CRA 先揭發騙局。調查發現多個虛構企業獲得咗虛假嘅稅務底面，而 CRA 已經得出結論係難以追返呢一啲錢。而根據內部備忘錄指出，佢哋係冇進行任何審查同埋驗證新公司嘅合法性。聯邦國家收入部長畢博對此未作出任何回應。佢最近喺國會中多次為 CRA 辯護，聲稱佢哋嘅防欺詐系統係穩健，但係佢拒絕回答有關佢哋再次捲入騙局嘅問題，只係表示維護稅務系統嘅完整性，唔會透露具體嘅監控策略。加拿大廣播公司嘅調查節目對100間商戶進行咗暗訪，發現越嚟越多嘅地方要求客戶俾小費，甚至係一啲意想不到嘅場所，例如快餐店、汽車服務中心等等，都會同客戶索要小費。但係消費者留低嘅小費未必真正去到前線員工手中。調查節目喺安省嘅6間快餐店安裝咗隱藏鏡頭，記錄到員工抱怨佢哋冇收到小費。
一啲員工甚至對小費嘅規定唔了解，反問記者佢哋係咪應該獲得小費。事實上，加拿大人嘅小費金額係有增加嘅趨勢。根據支付技術公司 Square 嘅數據顯示，2023年喺佢哋平台嘅平均小費喺2019年嘅16%上升去到20%，而喺調查嘅100間商戶之中，有72間嘅支付終端機係出現咗小費嘅提示，建議金額係由5%去到30%。加拿大各省對小費嘅保護法規並唔一致，例如喺魁北克省、紐芬蘭同拉布拉多省嘅僱主係唔能夠抽取工作者嘅小費，而安省同埋卑斯省僱主只有喺直接幫助顧客嘅情況之下，先有權獲得一部分嘅小費。而喺其餘嘅省份同埋地區就冇小費保護法。有勞工團體表示，小費盜竊嘅問題日益嚴重，好多員工因為擔心失去工作而唔敢投訴。佢哋建議顧客主動詢問小費嘅去向，確保前線員工可以真正咁樣收到小費。歡迎提供一手新聞材料，報料一經採用，你可以獲得10蚊 TNT 或者 Amazon 嘅禮品卡。可以透過以下嘅電郵、WhatsApp 或者微信相關嘅影片同資料俾我哋。